幼儿园的班级群里突然弹出多条消息。一鸣妈妈，我家一鸣马上就要转学到这个班了，为了保证教育质量，我草拟了一份入园校纪校规，整整20条，并搭配一份 PDF。第1条，我们一鸣的脸蛋娇嫩，所以班里陪我们玩的男孩都不能留长指甲。第2条，女娃的短裙必须过膝，作为一鸣的同班同学，女娃一定要自尊自爱。第3条，老师必须24小时开机，方便我们一鸣有事有问题及时寻找。第4条，我家一鸣每天必须有独立的36张照片，如果有时间，最后再拍5个单人视频，我们家长必须知道一鸣在学校的所有精彩瞬间。第20条，必须要叫我们男孩，不能叫我们男娃，因为娃可是女字旁。这是最重要的一条，各位家长也必须要注意，我们一鸣可是真真正正的男孩，要是叫错了，可是会影响我们运导的。一鸣妈妈简单说这些，等我想起来再补充。我擦头发的手一顿，翻了个白眼，这上的是幼儿园吗？这比皇室对自家的学院要求还严格。可能众家长被这奇葩给镇住了，竟然没一个说话的。主班班主任琪琪老师已经接近临产，这个时间他估计早就已经休息，但我作为辅班老师可不能不回应。谁能想到实习都快结束了，竟让我碰上了这种奇葩。我想骂，但是又顾忌园规，幼儿园有严格的规章制度，不许老师直接回怼家长。于是我披着湿头发坐在马桶上思索了好一会，回道：尊命尊贵的王子殿下，如果小王子的皇族父母找上门来认亲，可一定要记得咱们群里这些人哦，苟富贵勿相忘。你骂我儿子是杂种？你怎么说话的？不知道我老公也在这个群里吗？就你这种人也能当老师？信不信我明天就能直接让你下岗？我没忍住，偷笑出声，居然能听懂我的阴阳怪气，看来不是进口王子，是土生土长的太子和他的太子妈。但是我仍然在群里无辜地回复道：一鸣妈妈，我这都是按您的意思说的呀，眼看时间不早了，我也不愿与他多掰扯，继续打字道：您别生气呀，这样吧，这么晚了在群里我们也别打扰别人休息了，要不明天您来学校面谈吧。对面的女人开始疯狂发语音，我点开听了2句，差点被尖细的声音刺穿耳膜。怎么着，这群不就是用来沟通的吗？我可不私加无关人员的好友，要是私下聊天哪句说的不对，你给我们一鸣穿小鞋怎么办？你侮辱我名誉的事，我是一定不会罢休的，明天园长办公室见。接着就是5条60秒以上的语音，我懒得听，直接套上公式。好的，明天期待见到一鸣小朋友。说实话，我是真的有点期待这个陈一鸣小朋友，我想看看是谁这么惨，拥有这么一个奇葩妈妈。我刚想睡觉，班里悠悠同学的妈妈给我发消息：雨薇老师，你可一定要注意，这个小朋友的妈妈我见过，听说陈爸爸很有钱，很有势力。我谢过这位家长，笑了笑，有钱好啊，我从小最擅长和有钱人做斗争。第2天一早，我刚和小朋友们上完第1节课，就被园长叫进了办公室。雨薇老师，有人要投诉你，你说说情况吧。我还没开口，对面打扮妖娆的女人蹙着眉对我指点道：你就是辅班老师季雨薇。我心中了然，这应该就是昨晚在群里发癫的陈一鸣妈妈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想到她脸上露出一脸厌恶的表情。赵园长，你们幼儿园这是怎么回事呀？老师怎么可以穿这种太妹装呢？我觉得我耳朵可能听错了，还低头特意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白卫衣黑裤子，这是太妹装。这衣服这么紧身，不会带坏小孩吗？园长的目光从眼镜上方透出来，落在我身上，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，随即他眯了眯眼，笑了。雨薇老师身材好，我亲自制定的园服穿在你身上，居然这么前凸后翘。听着这些冒犯的话，我狠狠拧起眉，正想反击，园长却转了话题：我会监督老师的着装问题的。这位家长，感谢你的建议，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吗？陈一鸣妈妈被感谢后，果然神清气爽了起来。她高傲地甩了甩头，不可一世，我今天来不只是为了说这些。园长，班级群是用来解决学生问题的吧？园长不在群里，不知道个中缘由，但他还是点了点头，示意对方继续说下去。得到鼓励，陈一鸣妈妈更滔滔不绝了。我看雨薇老师年纪这么轻，怕他没有带小朋友的经验，特地帮他制定了几条班规。要知道我们一鸣刚出生就是我带的，足足带了6年。这些年我的生活一直围着孩子转，论经验，我可比你们这些所谓的老师足不少。他这话简直是在打所有老师的脸，园长的脸色也没最初那么好了。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顶级幼师，学历硕士起步，专业性很强。也正是因此，我们才能直升市中心小学。如果这位家长实在看不起我们学校，也可以重新再做选择，但先声明一点，插班费不退。见自己似乎搞砸了，陈一鸣妈妈终于慌了神。园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雨薇老师不专业，您当然是极其优秀的。说着，他拿包轻轻擦过园长的肩头，看着那鼓鼓的包，园长终于又一次笑了出来。既然是误会一场，雨薇老师向一鸣妈妈道个歉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，秃头男又要收贿了。见钱眼开，大致一盘算，我先按他的意思道了个歉，一定要让陈一鸣小朋友顺利入园才行，这样才能实施我接下来的计划。见我道了歉，陈一鸣妈妈也不再拿瞧，她的语气终于平和下来。那还在他们班，我们一鸣不会被针对吧？园长您可得帮我多照顾照顾。园长盯着包，别有深意地笑了笑，这是自然，我们幼儿园对每一个小朋友都是一视同仁。随后他挥手示意我离开，陈一鸣妈妈则得意地笑着将办公室的门关上了。他认为今天是他大获全胜，却不知道我的反扑才刚刚开始。
到了下班时间，园长在学校的大群里将我点名批评，并扣了我200块钱。我装作不服，去他办公室理论，果然发现书柜里藏着一个我眼熟的包，那包正是今天早晨在太子妈手里提着的。我偷偷拿出手机拍照记录，这可是证据。下午产检回来的琪琪老师看完聊天记录，有些发愁。我关心地看了看她的肚子，笑着说：“没事，这个孩子交给我负责，你帮我多操心一下别的孩子。我相信孩子都是白纸。”不过，这个陈一鸣同学打破了我的认知。刚把他领进教室，他看到班里男女两两相坐的孩子们，大喊：“我不要和女娃们坐到一块，我是男孩子，我只能和男孩坐到一起。”我不知道他是真坏还是单纯被妈妈影响，所以我耐心引导，有些游戏是要和女同学一起搭配完成的哦。在班级里，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都要听老师的安排呢。如果一鸣将游戏完成好，我们就奖励一颗小星星，好不好？他将投100，干脆拒绝道：“我不要小星星，要是给我100块，我还能考虑一下。”我和琪琪老师面面相觑，他想在上前说两句，却被我一把拉住。我可不觉得能说出这话的孩子是无心的，6岁上大班的小孩了，已经懂得钱的概念。我微笑着对他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就麻烦我们一鸣同学坐到前边来当老师的小助手吧。”1节课时间过去，他看着做游戏的小孩，明显有些眼馋。琪琪老师再次上前引导，结果他直接伸出双手道：“拿钱，拿钱！”我立马和那些赔钱或做游戏。我被气笑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这孩子早就被家里大人给同化了。还没来得及和太子妈谈谈这个歧视女生的事，放学后他就在群里疯狂艾特我和琪琪老师：“你们凭什么孤立我的孩子？”他这句话太有指向性，炸出了平时不少潜水的家长。怎么回事？老师针对孩子？见我迟迟不回复，越来越多的家长坐不住了。语文老师和琪琪老师，麻烦回应一下。我耐着性子道：“一鸣妈妈，我们家好友私聊吧，有些东西不适合发在群里。”他秒回：“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？你发在群里就好，我不加乱七八糟的人。”事实胜于雄辩，既然他这么说，我直接将刚刚截取的监控发了出去。5分钟不到的视频，让群里足足寂静了半个小时。有忍不住的女同学家长在群里回道：“这孩子一看就没少在家里让父母裹小脑吧？大清都亡了，现在还有这种家长？语文老师是不是猜对了？你们家是不是有皇位打算留着给陈一鸣同学继承啊？”太子妈开始在群里大杀四方，无奈她根本抵挡不住多个家长的攻击，最后扔下一句狠话：“语文老师，你引导舆论，我们明天园长办公室见。”搞笑，怎么什么事都能扯到我身上？但这是我有理，我可不怕。但第2天上学时，我并没有受到园长批评，因为他顾不上我了。一上班，他办公室门前挤满了我班里的女同学家长，让陈一鸣同学道歉，不然就离开大2班。这是什么垃圾思想？他家孩子在班里难道不会影响到别的同学吗？园长恼怒地看了一眼太子妈，可因为收了钱，他又不能责令退学，只能忍受着其他家长的责骂。吵嚷了一上午，家长们说要想留下就必须道歉。最后太子妈没办法，只能带着太子陈一鸣在班里给其他女同学道了歉。班里其他同学的家长比较理智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刚把家长们送走，园长就开始劈头盖脸的骂我：“你怎么不往上级报，就私自发学校的监控？你这样违反幼儿园规章制度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对陈一鸣小朋友以后造成多大的恶劣影响，你知道吗？一鸣同学在班里发生这种事情，就是你的错。这个月绩效不达标，工资扣1000。这是服务行业，你发出来影响到孩子，这就是师德问题，你懂吗？他为什么不找别的老师的毛病偏找你的呢？好，我没师德，我招颠婆，全是我的错。太子妈是金主，所以来朝我撒气是吧？就那1800的窝囊费，还对我扣掉1000，我本想摔门直接走，想到那近在咫尺的实习证明，我忍住了。毕竟没有实习证明就拿不到毕业证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2个月之后，我一定憋个大的送给秃头老园长。但下班时我还是没忍住，我穿上防晒衣，将自己武装好，去给他的车放了气。我知道他为了省停车费，将车放到了监控盲区，所以4个轮胎有一个算一个，我一个也没放过。第2天上班时，我还没来得及听其他老师给我分享的园长昨日囧事，太子妈不长记性又开始作妖了。这次他学聪明了，只针对我一个人。家长群事件后，他加上了我好友，他开始乐此不疲地给我发消息：语文老师记得给一鸣喂水，语文老师记得让一鸣尿尿。手机隔5分钟就响一遍，我心中恼怒，但又只能一条一条的回复，因为幼儿园园规里有这么一条，家长的每条信息必须回复，承诺是我们服务的唯一信条。我磨了磨牙，忍。可中午吃完饭，将小朋友们安排好休息之后，我又接到了他的语音电话。我懒得和他吵架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。一鸣妈妈，有什么事吗？隔着电话我都能感受到他的得意，没什么大事，我就是看你中午回复我的语气好像有些不耐烦，你们的园规我可是详细研究过了，我这可没违规吧？我攥紧拳头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是的，您没违规，放心吧，我们老师会照顾好一鸣的。还有，我没有不耐烦，那应该是您的错觉。好不容易将他应付完，午休时间已经结束了，我只能带着疲累开始进行下午的活动。结果放学时他又联系不上了，电话打不通，发信息也不回，就连陈一鸣爸爸也联系不上。眼看天快黑了，我心疼琪琪老师，孕晚期决定一个人在学校门口等他，直到天黑透。我打算报警时，太子妈才慢腾腾地从车上下来。真不好意思啊，雨薇老师，我刚才去做了一个按摩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园长说有事稍微耽搁一点也不要紧的，咱们幼儿园的老师值得信任。
我一下子被噎住，低头看了一眼手表，距离放学整整过去了2个半小时。别的家长晚接是因为有事，可他分明就是故意在针对我。因为中午没睡，又安抚了陈一鸣这2个小时，因为疲累，我的脸色很不好看。他意有所指地摸了摸自己的脸，笑着说：“小姑娘多保养保养吧，看着脸色差的。你要是有钱的话，我可以介绍个美容院给你。”我累得手指都抬不起，转身就走。当我好不容易做好心理建设，准备积极应对他这小招数时，没想到他又换了法子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第2天竟然给陈一鸣带了一个有名字的小金牌过来。我看见之后，立马就将陈一鸣叫进了办公室。现在金价这么贵，万一丢了，那太子妈不是又要发疯？我可不想用我自己辛苦赚的窝囊费来给他兜底。结果又失联了。虽然我怀疑他是故意的，但我还是得做好我的本分。本来想放学时再和他交代一声，结果今天来接孩子的是家里的保姆，怕保姆传错话，我只能叫过陈一鸣道：“一鸣小朋友啊，回去记得和你妈妈说，这块小金牌明天我们就不能戴了哈，万一丢了找不到多可惜呀。”陈一鸣不耐烦地点了点头，跟着保姆走了。结果我刚下班回家，就收到了颠婆的夺命连环扣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谁让你和孩子说小金牌会丢的？这可是我费了大劲在寺里给他求得平安符，师傅说了必须带着。你一个幼儿园老师，不至于眼皮子这么浅羡慕小孩的金牌吧？不行，我明天送你一个，你别搞针对行不行？我见解释不通，索性找了幼儿园的条例开给了他。幼儿园禁止带饰品进入学校。没想到他又回到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反正我们一鸣必须要带这个金牌。我被气笑，干脆道：“好，我写一张保证书，明天你过来签字。”第2天一早，他送孩子很积极。我递过你好保证书时，他只扫了一眼就签上字了。临走前又认真地对我说：“记住，小金牌可千万别私自给我们摘哦。”我点点头，让他尽管放心。这太子我是不敢多管一句，可能是因为觉得金牌在我这嗅到优越感了。最近几天他看我的衣服和鞋子都带着嫌弃，我觉得有些好笑，没搭理他。他这种暴发户哪里知道有钱人的鞋子为了舒服是可以手工定制的，但我并没打算解释。离毕业满打满算还有1个月，他得意不了多久了。直到毕业典礼前1周，班里都平平静静的。就在我放松警惕时，陈一鸣哭着说他的平安小金牌不见了，就是林瑶瑶偷的。他平时就喜欢盯着我的金牌看个不停。我头皮一阵发麻，就知道这金牌早晚得爆个大雷。我自然不会完全相信太子的话，因为林瑶瑶小朋友是个非常安静的小姑娘，所以我耐心地问道：“你确定你今天带着小金牌过来了吗？”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道：“我记得清楚，今天确实带过来了，肯定是他偷了。我妈说的没错，这些赔钱货们就是没见过好东西。”我虽然对她说的话恨得咬牙切齿，但还是让琪琪老师去查监控。看完监控，我的心一凉。为了显摆，陈一鸣的小金牌都是挂在衣服外面的，监控很清楚，今天早晨他确实是带着金牌过来的。你们必须给我找出来。我妈说，要是平安金牌丢了我就活不长了，我必须要带着它。想问问瑶瑶小朋友有什么线索，可她本来就内向，这下子也是吓坏了，只一个劲的在哭着说：“我没拿，我没拿。”见这2个孩子都安抚不了，且事关财产，我们只能通知园长，并叫来了双方家长。太子妈一来就想扯小女孩的衣服，我见状不对，直接拦在了小女孩的身前。可能那金牌真的有什么讲究，没路过面对太子爹，今天也来了。长得倒是挺清秀，可一说话就带着一股清朝的腐臭味。就简单搜下身看看不行吗？如果雨薇老师害怕我们伤到小朋友，那就你去检查。这平安牌是找大师做了法的，丢了可是会影响我们陈家运道的。我一面焦急地看着门口的方向等瑶瑶家属来，一边阻拦他们道：“每个人都有人权，瑶瑶已经6岁了，她说自己没拿，肯定是没拿的。我信任我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，他们绝对不会乱拿别人的东西。而且一鸣妈妈当初可是签了保证书的，若必须带着丢了，后果自负。太子妈狡辩，那谁能寻思你们幼儿园真的有小朋友手不干净呢？”说着，他又朝园长使了一个眼色。一向喜欢和稀泥的园长看了看手表，道：“我知道雨薇老师是为了学生着想，可我们这几个大人总不能一直在这等着林瑶瑶的家长吧？这样吧，我做主就简单搜一下，2分钟的事情，你不要搞得这么复杂好不好？我一会还有一个会要开呢。”我特别急一时想不出反驳的话，只能拼命挡在林瑶瑶身前。这时门口进来一个穿着普通的中年妇人，她一进门就语气急切地问道：“我们瑶瑶出什么事了吗？”太子妈用那种审视的眼光从头到尾地打量了一下那妇人，语气更嚣张了：“还有什么可以狡辩的吗？就这种家庭的人，指定是见钱眼开偷拿我们的金牌了。”太子妈瞧不起那妇人，我却知道这只是瑶瑶家的保姆，当即生气地朝太子妈道：“事情还没怎么着呢，你凭什么就这么给别人下定论？”这个保姆很显然就是个生活保姆，她急得满头大汗：“我们瑶瑶肯定不会乱拿别人东西的，你们不能这么欺负我们家孩子。”但太子爹却有些不耐烦了，他直接上手想将我拨开，对瑶瑶搜身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大手拦住了他。我抬头一看，松了一口气，眼前的男人与瑶瑶有6分的相似，想必这应该就是林瑶瑶的爸爸。陈经理，原来你不求着和我公司谈合作的时候是这么风光啊！太子爹看了林爸爸一眼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弯下腰说道：“好巧，林总您怎么在这儿？”林爸爸冷哼一声道：“不巧，要是我不及时赶来，你不就直接对我闺女搜身了？”一句话就让太子爹的冷汗顺着额头淌了下来。他赶紧拉了拉太子妈的衣袖，向林爸爸讨好道：“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”我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后赶紧去拿纸巾给哭得哑了喉咙的瑶瑶擦脸。瑶瑶窝在林爸爸的怀里，渐渐止住了哭泣。我越看越觉得林爸爸眼熟，还未开口询问，
此时，一阵噔噔的高跟鞋声由远及近，一个像风一般的女人冲了进来。她一进门就拿自己镶着满钻的包朝太子妈的脸抽了过去。你个小三敢欺负到我女儿头上来了是吧？我女儿和你儿子在一个学校，我 TM 都嫌丢人。我们家的地板就是用金子铺的，谁会稀罕你的小金牌？一个卖皮相的上门女婿带着小三还敢搜瑶瑶的身，就是渣男原配，见了我家孩子都不敢这么嚣张，知道吗？警察来了，查出不是我们瑶瑶拿的，你们全家必须跪下给我们瑶瑶赔罪。好家伙，太子妈竟然还是个见不得人的小三。看见林妈妈，我也知道为啥我总是觉得瑶瑶面善了，因为林妈妈就是小时候住我家隔壁别墅的赵家姐姐，多年不见，我也没想到会阴差阳错的在这种情况下见面。见情况难以控制，和稀泥的园长竟然直接将事情全推到了我身上。吕薇老师，你自己班上的情况你怎么都不了解清楚？我真是服了这个秃头老流氓，怎么什么时候都能把我拉出来当垫背的？不过我现在没空搭理他，因为警察来了，我需要配合取证。半小时后，金牌在陈一鸣换鞋的鞋柜里找到了。太子爹气急败坏的在众人的注视之下，直接打了陈一鸣一巴掌。蠢货，自己乱放东西，竟然还敢冤枉同学！浑身散发冷气的林总连头都没抬，直接道：“听我妻子的，跪下给瑶瑶认错。”园长还想出来和稀泥，这位家长，你看这事的确也是有误会。林爸爸凌厉地瞥了他一眼，我选这家学校是因为教学质量高，但是我现在觉得也许换到某些领导学校会更好。一句话说的园长再也不敢吭声。最后，陈一鸣被太子爹踢了一脚，直接给林瑶瑶跪下了。而我则是陪着林妈妈去给衣服哭得皱巴巴的瑶瑶换衣服。她握着我的手感谢道：“今天多亏你了，改天去我家吃饭。几年不见你，真是越变越好看了。”我羞涩一笑，摸着瑶瑶的头说道：“我说怎么看着瑶瑶这孩子这么有眼缘，原来竟然是婉婷姐和林大哥的孩子。”她有些无奈道：“还不是孩子爷爷将我俩外派出去拓国外市场，咱们这种家庭怕出事，我也没想在学校表明身份，这故意的低调，没想到反倒被人轻看了。这件事在我这绝对不会轻易过去的。”我表示理解，越有钱越担心孩子会被坏人盯。趁着瑶瑶这个时候，我将手机里的存的照片全发给了她。被要挟的家长，堆在小库房的赃物，还有别的班里因为给园长多交钱就在班里作威作福的。后来太子爹怕火烧到自己身上，没放学就直接给陈一鸣走了转学手续。但这是哪儿就那么好过去？林家取消了与太子爹公司的所有合作，婉婷姐更是贴心的给他原配夫人送去了太子爹出轨的证据。太子爹不仅被踢出原配夫人的公司，还落得净身出户，一无所有。太子妈耗费心机，不仅失去了上市中心小学的名额，还失去了太子爹的钱财。就在我拿到实习证明，园长觉得自己高枕无忧时，一封贪受贿赂的举报信直接让他被约谈。随着上级单位的深入调查，又翻出了不少内幕，加之我提供的那些证据，园长进去了就没再放出来。他还想在里边拖着准备活动关系，想被放出来，可林大哥的一句公事公办，法院迅速出了判决。最终的结果就是秃头园长因数额巨大，进去才20年的缝纫机。最后我在离开幼儿园那天违反园规，给班里每一位小朋友都定制了水晶牌当做离别礼物。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永远被捧在手心。我很喜欢孩子，但因为经过了园长和太子妈事件，我决定还是不在幼儿园任职了。这是我亲手照料的第一批孩子，也是最后一批。我决定积极准备考编。搞笑的是，我爸作为本市有名的房地产大鳄，天天在家给我烧香，为表诚意还自己到处去爬山求佛。我心疼他累，但又很感动。最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日夜奋斗了3个月，终于如愿进入了教育部。没想到我进教育部第一天接待的第一个人又是太子妈。她有些憔悴，身上的衣服不再精致，还有些凌乱。第一眼我还没认出她，因为这与她之前的打扮实在是差别太大。她双手拿着礼品，在大厅里讨好的四处问人。我不想看见她，打算从别的柜台绕开，没想到她却一把拉住了我。这位美女，我想问一下，今年市中心小学有多少名额呀？她抬起头看见是我，连忙将手松开。怎么是你？我无奈地耸了耸肩。我还想问，怎么是你呢？我说实话，就你家一鸣那个资质，上个普通的学校就挺好的。她像被打击到喃喃道：“不行，我们一鸣就是上天恩赐的男孩，我们必须得上最好的学校。”说完，她跟跟呛呛地往大门走去。我觉得很莫名其妙，陈一鸣一个普通人，怎么就扯到了上天恩赐的男孩？不过我没将这事放在心上，因为以他的小三身份又被太子爹抛弃，以后我们肯定是不会再有什么交集了。但第二天我竟然又在医院看见了这奇葩一家，你以后好自为之，别再找上门了。想到因为你这个蠢货和你这个蠢儿子，我被老婆赶出家门，我就呕得慌。要不是以为你能生出优秀的儿子，我怎么会看上你？太子妈伸出手去拉对方的裤脚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让儿子去上最好的小学，你不能丢下我。眼前的太子爹肯定不是重情义的人，即使对面的女人在哭，他还是没停下脚步。我当没看见的，直接进门去拿了爸爸的体检报告，结果等我出来时，又发现了另一拨人在打他。带着你的蠢儿子和渣男离我远点，再赶上门脏我家的门，小心你哪天缺个胳膊断个腿啥的。只一眼我就知道，那带着2个黑色保镖女人的是太子爹的原配。富家女打人一般不会舍得自己动手，将他狠揍了一顿，那一帮人就离开了，留下被打得有些惨的太子妈在地下没能起来。而一旁的陈一鸣又将自己的书包重重地丢在了他的脸上，边扔嘴里一边骂着：“你怎么不去死啊？男人哄不住，学校也让我上不了，要你有什么用？”他有些惊愕，但还是抬起手想去摸陈一鸣的头，嘴里喃喃道：“宝宝你别生气，妈妈一定让你继续吃好的穿好的上好学校。”我摇摇头没露面，看了个热闹之后直接下停车场驱车离开。这种恶心人的玩意儿就应该有这种恶报。全文完。